农村漂亮土妞进城当丫鬟，怎料却勾搭上了千金小姐的未婚夫，瞒着千金小姐上了对方的床，而千金却毫无察觉，怎么也想不到眼皮子底下的丫鬟竟然会背叛自己。未婚夫是爵爷家里的大少爷，这天与丫鬟偷偷约会的时候，正巧被千金小姐的闺蜜看到。她和千金是一起长大的好闺蜜，趁小花去卫生间的时候，闺蜜一巴掌把小花扇倒在台上，说她一个身份卑贱的丫鬟，竟然敢勾引主人的未婚夫。闺蜜要替千金好好教训一下小花，伸手又要扇巴掌。小花说她多管闲事，你又不是我的主人。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小花力大无穷，把千金闺蜜按在洗手台上狠狠扇巴掌。听到打闹声，路人都过来围观。一番打斗后，千金闺蜜被小花按倒在地上，骑在身上连环扇巴掌，直至服务员过来后才将小花拉开。少爷并没有看到卫生间里的情况，小花说千金闺蜜在里面，然后带着少爷离开了酒吧。千金闺蜜依然不服气，从卫生间出来还要找小花报复，殊不知自己根本不是小花的对手。小花是个心机女，明明占了上风，却和少爷说被千金闺蜜欺负。于是为了安慰小花，少爷把爵爷给她的金项链送给了小花。他是爵爷家里的大少爷，即便喜欢的人是丫鬟，但依然要完成爵爷家族安排与千金小姐的联姻。少爷答应丫鬟，一定会说服爵爷先娶丫鬟为正妻，然后再娶丫鬟的主人千金小姐做二姨太。小花以为自己马上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第二天，千金闺蜜来到府里，准备把小花和少爷昨晚约会的事情告诉千金。小花苦苦哀求，为昨天在卫生间扇巴掌的事情道歉。千金闺蜜扇了小花一巴掌报复，执意要把他们的事情公之于众。这时少爷及时出现，威胁闺蜜如果敢把昨晚自己和小花约会的事情说出去，就把闺蜜曾经在法国留学勾引自己的事情说出去，那样千金就会和闺蜜决裂。原来千金的闺蜜曾经也喜欢过少爷，她现在不想因为一个丫鬟破坏了和千金20多年的闺蜜情，于是闺蜜选择了忍气吞声。老夫人让仆人做了一桌子美食，款待准女婿和女儿的闺蜜。以前两人从来没有同时来老夫人家里做客，丫鬟因为紧张，不小心把勺子掉在桌子上，千金还被蒙在鼓里，不知道丫鬟已经是未婚夫的情人。吃饭中途，少爷与丫鬟默契来到卫生间，商量着晚上去哪里约会。两人的对话被千金闺蜜听到，知道了他们晚上约会的地点。闺蜜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当老夫人送走少爷后，闺蜜约千金来到了少爷和小花约会的酒吧，打算来一个偶遇。然而找遍酒吧后都没有找到少爷和小花，原来两人早已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酒店开房。第二天，小花整理房间的时候，看着主人的珠宝首饰，很是嫉妒。她相信过不了多久，自己就会过上和小姐一样的生活。千金突然问小花最近晚上为什么回来那么晚，经常见不到人。小花说自己谈了男朋友，但是没有说出男友的名字。千金说小花可以把男友带来府里约会，顺便介绍给自己认识一下，不要总是晚上偷偷的出去。小花说现在和男友还不确定要结婚，如果确定要结婚的话，一定会带来府里介绍给小姐和老夫人认识。其实千金也有自己喜欢的人，她爱上了府里新来的男丁。趁老夫人睡着后，两人偷偷的来到小树林约会。小伙把千金壁咚到树上亲吻，千金又回吻了小伙。千金之所以会同意与少爷的婚姻，也是迫于老夫人的压力。这天，少爷和爵爷夫人突然找上门来，原来是两位母亲想要把他们的婚事提前1个月之内就举办婚礼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最紧张的人反而是小花，她必须尽快让少爷说服爵爷娶自己。于是小花想到了一个主意，就是怀上少爷的孩子，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爵爷不得不同意。送客后，千金质问母亲，为什么要主导我们年轻人的婚姻？你确定少爷能照顾好我的余生吗？母亲表示嫁给少爷是你最好的选择，整个曼谷爵爷的家族最有权势，豪门千金就应该嫁给门当户对的豪门少爷。母亲只在乎家族的颜面，却不关心女儿是否会幸福。晚上，千金与小帅偷偷约会，坐黄包车回府，手拉手走在一起。怎料老夫人早已等候多时，一个男丁怎么能拉千金小姐的手？老夫人扇了女儿一巴掌教训，说她毁了家族颜面。小帅被手下绑在树上实施鞭刑，后背和屁股被抽得皮开肉绽，是小花照顾他才活了过来。小帅醒来后一把抱住了小花，以为是自己喜欢的人，原来小花和小帅是一个村子的老乡，没来府里打工前，小花在村子里被流氓强暴，是小帅路过救下了她。后来两人阴差阳错来到了一个府里打工，并且还同时喜欢上了千金小姐和豪门少爷。